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在我前面的节目里，我曾经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了美国阿波罗登月的登月流程。看到这儿，不禁有朋友会问，连美国都有自己的载人登月计划，那么作为当时唯二的超级大国，而且还是当时航天第一强国的前苏联，难道就没有自己的载人登月计划吗？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在美国公布了阿波罗计划之后，前苏联也曾经制定过自己的载人绕月和载人登月计划，只不过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导致这些计划没有能够顺利实施，再加上保密的原因，这些计划一直不为外界所知。甚至前苏联很多参与过这些计划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为前苏联的载人月球计划服务。直到前苏联解体和到期解密之后，我们才能够了解这些往事。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曾经笼罩在神秘面纱下的前苏联载人月球计划。1961年的4月12日，莫斯科时间上午9点07分，前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1号宇宙飞船从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起航，在最大高度为301公里的地球轨道上绕地球飞行1周，用时1小时48分，在上午10点55分降落在了苏联境内，完成了世界上首次载人宇宙飞行，实现了人类进入太空的愿望。就这样，在成功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和第一个成功抵达月球的探测器月球2号之后，前苏联再一次在太空竞赛中拔得头筹。面对前苏联在航天领域的节节胜利，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1个多月后的1961年5月25号，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美国参众两院召开的特别会议中，首次对外公布了美国的载人登月计划，也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阿波罗计划。在这次会议中，肯尼迪总统对美国即将全面实施的庞大载人登月计划信心十足。他指出，我们相信这个民族能够齐聚一心，全力以赴达成这个目标。在这个10年结束之前，人类将乘坐宇宙飞船登陆月球并安全返回。肯尼迪总统的这番讲话可谓语出惊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当时，不要说载人登月，美国甚至连把宇航员真正送入地球轨道这一目标都还没有能够达成。事实上，美国人真正进入地球轨道的时间是肯尼迪总统那番讲话的大约9个月后的1962年2月20日。在这一天，美国的宇航员约翰·格伦乘坐友谊7号飞船进入了真正的地球轨道。蓝色起源公司即将首飞的新格伦火箭正是为了纪念宇航员约翰·格伦而命名的。尽管当时前苏联看起来已经在航天领域遥遥领先了，但肯尼迪总统的讲话依然立刻就对前苏联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来在军方的影响下，前苏联的高层对航天并不是很感兴趣，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远程的弹道导弹技术。但面对老对手祭出这一庞大的计划，前苏联也不能不有所行动。所以在航天界的极力游说下，1962年，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亲自签署了一条命令，开展载人绕月飞行和载人登月的可行性研究。时间到了1964年，赫鲁晓夫批准了有关部门制定的载人绕月与载人登月计划。根据该计划，前苏联将于1967年第2季度实现载人绕月飞行，为10月革命胜利50周年献礼，并且在1968年把宇航员送上月球，并且返回地球。如果这项计划真的能够得到顺利的实施，这将比后来的阿波罗11号首次载人登月的时间提早了1年。前苏联为实现这一目标，从1966年就开始为登月计划招募航天员。从这些信息我们不难看出，前苏联的载人月球计划开始的并不晚，起点也比当时的美国要高。可为什么会在最后的登月竞赛中失败呢？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头说起。由于前苏联的载人月球计划的内容和发展经历非常庞杂，不是这一期节目就能说清楚的，
所以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里，我就来和大家好好聊聊这个话题。首先要搞清楚的是，我为什么一直在说前苏联的载人月球计划，而不是说载人登月计划呢？这是因为载人登月其实至少要分2步来实现，也就是载人绕月和载人登月。但在前苏联这方面却充分地体现了苏联特色。和美国把载人绕月与载人登月一并纳入阿波罗计划，并且统称载人登月计划不同，前苏联的载人绕月与载人登月计划是2个相互独立的计划。这2个计划由不同的设计局来负责，使用不同的运载火箭和不同的飞船来实现各自的目标。仅从这一点，我们就能看出前苏联在重大的航天项目管理上有多么混乱。事实上，如果把载人绕月看成是载人登月所必经的里程碑之一，是一种更符合科学规律的计划安排。就像阿波罗计划，1968年12月21日发射的阿波罗8号实现了人类首次绕月飞行，到1969年5月18号发射的阿波罗10号首次携带登月舱实现了绕月飞行。这2步为下一步阿波罗11号的载人登月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这正是积跬步以至千里的最好体现。然而，前苏联僵化的体制、绝对的领导核心、由上及下的管理方法和各个部门之间的利益争夺，决定了每逢重大项目来临，各个相关部门纷纷扑上来，力图从中分一杯羹，而项目的决定权却没有落在相应的专业管理部门手里，让那些只是精通权谋的人来对像载人登月这样对专业知识要求很高的重大项目做出决策，结果又能怎么样呢？相信大家一定能想明白。接下来，想真正的搞清楚前苏联的载人月球计划，我还不得不先向大家介绍前苏联的5位航天先驱，他们在前苏联的载人月球计划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位就是谢尔盖·科罗廖夫，他是前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与美国进行太空竞赛的时候航天设计师系统的领导，也是人类航天事业的先驱者之一。他曾经长期担任第一设计局的负责人，是前苏联运载火箭及洲际导弹计划的主持人，还曾经主持前苏联的太空计划。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就是由他全程监督建造的。在他的主持下研制的 R-7 弹道导弹，后来先后发展成 R-7 火箭、东方号火箭、上升号火箭、闪电号火箭和直到现在都在使用的联盟号运载火箭。截至2013年年底，R-7和它衍生出来的运载火箭总共进行了1657次发射，其中1546次取得了成功，成功率高达 93.3%。在航天发射进入最高峰的1980年代，R-7火箭衍生出来的联盟火箭曾经达到过每年60次的发射频率，这样的记录直到2022年才被 SpaceX 的猎鹰9号运载火箭所打破。科罗廖夫生于乌克兰，1907年1月12日出生，1966年1月14日不幸病逝。他逝世的时候年仅59岁，这对前苏联的航天事业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关于他逝世原因的说法很多，甚至有传言说他的逝世是因为前苏联庸医的痔疮手术失败而导致的，但这个传言的可信度并不高。现在大家比较接受的说法是，科罗廖夫是死于肠癌的手术。事实上，他的英年早逝很可能与他早年的遭遇有关。由于小人告密的原因，科罗廖夫成为斯大林大清洗运动的受害者之一，坐了将近6年的牢。在这6年里，他还有几个月是被关在西伯利亚的古拉格。在监狱里，他通过申请进入了监狱工厂研究火箭，并冒死试验获得了关键数据，因而被提前释放。出狱以后，因为他的学术知识被立即重用，后来才能够成为前苏联弹道导弹和航天事业的领军人物。很多人认为科罗廖夫过早的离开与其6年的监狱生活是分不开的。从某种角度讲，这也算是前苏联的业政吧。出来混，
总是要还的。我要向大家介绍的第二位是瓦连金·格鲁什科，他是前苏联著名的火箭发动机专家，长期主持第456设计局的工作。他曾经主持了多型火箭发动机的研制工作，包括被用于 R7 系列火箭的 RD107、108发动机，被用于质子火箭的 RD253 发动机，计划用于我下面会提到的 UR700 火箭和 R56 火箭上的 RD270 发动机，用于能源号火箭的 RD170 发动机和用于美国阿特拉斯火箭的 RD180 发动机，以及用于安加拉火箭的 RD191 发动机。在新研火箭发动机推进剂的选择上，格鲁什科倾向于使用偏二甲肼和四氧化二氮这类的常温推进剂。这种推进剂含有剧毒，而且比冲比较低，并不太适合作为深空航天器的推荐剂。但使用这种推进剂的发动机不需要低温加注所需的复杂设备，因而更适合于弹道导弹的使用。而科罗廖夫则倾向于使用相对安全的推进剂，比如液氧煤油或者液氢液氧。他认为这样的推进剂更适合载人航天的任务，因为它们的毒性低，操作也更安全。因此，虽然此前科罗廖夫与格鲁什科在 R7 火箭上有着非常成功的合作，但后来在载人登月火箭发动机上，科罗廖夫选择了第276设计局的使用液氧煤油作为推进剂的 NK 系列发动机，二人从此分道扬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苏联火箭和航天技术的发展方向。要知道，格鲁什科后来为 UR700 火箭和 R56 火箭研发的 RD270 发动机的海平面推力达到了惊人的640吨。作为一台单燃烧式的发动机，它的推力仅次于土星5号运载火箭的 F1 发动机的690吨。但是 RD270 发动机所使用的推进剂是剧毒的偏二甲肼加四氧化二氮，这是科罗廖夫所不能接受的。现在看来，使用安全无毒的低温推进剂已经成为运载火箭发动机的主流。目前，在主力运载火箭上还使用有毒推进剂的航天大国，可能只剩下印度和中国了。而且，即使是在这些国家，使用有毒推进剂的运载火箭也正在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有毒的常温推进剂的发动机现在一般仅被用于需要长期在太空工作的航天器上，这些航天器对大推力发动机的需求并不是很强烈，反倒是在 RD107 发动机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RD 系列液氧煤油发动机成为了市场上的宠儿。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给格鲁什科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说到这儿，我还要多说两句。首先就是到目前为止，使用有毒的肼基燃料来发射载人飞船的火箭只有长征2号 F 这一型火箭。不知道印度的载人航天是否也能有这样的大无畏精神，用它的毒火箭来发射载人飞船。第二就是我前面曾经提到过的科罗廖夫的入狱是与一个人的告密分不开的，这个人就是瓦连金·格鲁什科。每想到这件事儿，我就会想起著名的艺术家英若诚在他临死前用英文在他的回忆录里对他告密的那段往事进行的忏悔。我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重演了。我要向大家介绍的第三位就是弗拉基米尔·切洛梅。切洛梅是第52设计局的负责人，该设计局主要负责运载火箭、洲际导弹、反舰导弹的研制。质子号火箭的前身 UR500 火箭就是在切洛梅的领导下研制的。在前苏联的月球计划中，切洛梅希望用自己设计局的 UR700 火箭和 LK700 月球着陆飞船来实现，从而对科罗廖夫形成了强烈的竞争关系。关于这些，我会在后面做更详细的介绍。我要介绍的第四位是第586设计局的负责人米哈伊尔·杨格利。586设计局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叫南方设计局。这个局曾经研制出前苏联首个具有实战意义的洲际导弹 R-16。南方设计局地处乌克兰，现在是乌克兰最重要的国防科学研究机构。在当时，在载人月球计划的大背景下，
杨格利也曾经提出过自己的火箭方案，就是 R56 火箭。然而 R56 火箭并没有被实际制造出来，这可能也算是一种遗憾。南方设计局还参与了前苏联载人登月任务里 LK 登月舱的设计工作。除此以外，南方设计局还对自己研制的弹道导弹加以改进，成为了新型的运载火箭，如天顶号运载火箭和第聂伯号运载火箭。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最后一位是科罗廖夫的继任者瓦西里·米申。在科罗廖夫生前，米申是科罗廖夫的得力助手，也是最早和科罗廖夫、格鲁什科一起参观纳粹德国V2导弹生产工厂的前苏联火箭专家之一。在科罗廖夫逝世之后，就是由米申接替科罗廖夫执掌第一设计局，主持载人登月计划的。但此人能力平平，他之所以能够被大家所铭记，主要还是因为很多人认为前苏联的载人登月就是败在了他的手里。其实我并不觉得米申是造成前苏联载人登月失败的主要原因，有关他的事我在下面还会提到。好，节目做到这儿，看到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只好暂时打住。在下期节目里，我会向大家介绍前苏联混乱的载人月球计划管理，还会向大家介绍在科罗廖夫生前前苏联载人月球计划的进展情况。欢迎大家继续观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